一场惊雷过后，我们全班30个人都穿越了。睁开眼时，我们30个人的灵魂都穿到同一个人身上。那个人是虐文女主。穿过去时，女主受伤昏迷，趴在床上休息。我们每个人占据女主的一个身体部位。我成为女主的眼睛，闺蜜宋小小穿成了嘴巴。班上的其他同学，有的穿成了手，有的穿成了耳朵，还有穿成头发、鼻子、胸等部位。宋小小哭着说：“不要啊，女主和男主接吻，难道我要和男主亲嘴吗？”我纯洁的初吻都还在呢。其他人也呜呜地哭起来。哭什么哭，吵死了！一道冷厉的男声从女主左手响起。这么凶干什么？女孩子遇到这种事心慌很正常啊。另一道温柔的男声在女主右手响起。我们集体沉默了。班上的校霸和校草居然穿成了女主的左右2只手。他们2个是死对头，什么事都能抬杠。我们很快接受穿越的事实，互相喊班上人的名字，确定对方的位置。张三，我在这儿，我是他的左腿。李四，在，我是他的右腿。哎呀，我们真有缘呢。是呀，是呀。王二麻子，在，我是鼻子。叫了一圈，班上的人基本都在。咦，班主任和班长呢？有人发问，就他们俩没出声。难道他们俩没穿过来吗？也太幸运了吧！我们纷纷羡慕嫉妒恨。就在这时，班长说话了：“我在这儿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我是女主的大肠。”我们集体再度沉默。就连一直愤愤不平的校霸和校草也不再互相攻讦抱怨。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们班班长，特别爱打小报告。身为一个男生，也特别爱八卦，想方设法打听别人的事情，然后报告给班主任。不喜欢他的人有很多，当下就有人哈哈大笑起来。班长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得意什么？你不过是一根小肠，好意思笑我？2个人激烈争吵起来，面红耳赤。我们赶紧劝架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校草陡然发火，现在我们这样的处境还吵什么吵？校霸难得没有反驳他。不错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处在困境里，应该团结起来想办法逃出升天，而不是内讧。宋小小也说，对，我们平时虽然有点局语，但大家都是同学，并没有深仇大恨，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共度难关。很快所有人达成共识。这时有人发出灵魂拷问，我记得穿越的时候班主任好像也在吧？他一提，所有人纷纷想起来，对呀对呀，班主任好像在的。班主任你在吗？在的话说话呀。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。班主任能知道我们怎么回去吗？大家议论纷纷良久。就在我以为班主任没有穿越过来时，一个嬷嬷提着鞭子从外面走进来，对昏迷在床的女主说，哼，小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说完她朝趴在床上的女主挥鞭用力抽了下去。啊啊，好痛，救命救命啊！班主任的惨叫声尖锐刺耳，从女主后背下方部位响起。我们惊呆了，班主任居然穿成了女主的屁股！天哪！噼里啪啦，他被鞭子抽得开花，女主的屁股渗出鲜血。快救班主任啊！回过神，我焦急地喊道。大家纷纷从震惊中醒悟过来，拼命喊叫：住手！快住手！但无论我们怎么叫，嬷嬷却越打越起劲。嬷嬷似乎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救我！快点救我呀！你们快想办法！班主任惨叫连连，哭着求救。听到他凄惨的叫声，我灵机一动，询问：你们能动吗？班上的同学回答：能动。能。咱们快动起来！我说。在我们一干人的指挥下，虐文女主躺在床上的身体开始抽搐，先是眼睛忽然睁开，2只眼珠子一上一下的乱翻，看起来无比诡异。紧接着，她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抽搐，左手右手互相拧着，2条腿一会儿抬一会儿放，方向还始终凑不到一处。宋小小蹦跶得太厉害，导致女主嘴巴大张，一根舌头伸得老长。任何人见到这一幕都会吓一跳。挥鞭的嬷嬷停下动作，往后退，惊疑不定地望着女主。我们30个人喊得热火朝天。终于，女主抽搐着从床上爬起来了，但是控制左腿、右腿、左脚、右脚的4个废物协调不过来，女主刚爬起来又摔倒了。所有人破口大骂。我们也没办法呀，第一次当下肢，一点也不熟悉4个废物委屈。那就4脚着地走吧，先跑了再说。校草无奈道。最终女主抽搐着4脚着地，眼睛乱翻，张嘴甩着舌头，开始往房间外狂奔。嬷嬷看得目瞪口呆，惊悚无比，完全忘记追女主。我们一路操纵着女主的身体跑出房间，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。2个婢女在院子里扫地，听到动静抬头，看到女主眼睛乱翻，舌头吊着老长的情况，吓得扔掉手中扫把，惊叫连连：来人啊，萧姨娘中邪了！他们一叫，全班30个人都害怕起来，生怕被人抓住。快走！班主任超大声的吼叫，我可不想再被打。听我的，往左边跑。班主任有个老毛病，什么事都喜欢瞎指挥，但每次效果都不大好。他一会儿喊左左左，一会儿又喊右右右，
同学们本就不熟悉各自的部位，如今听他一通乱指挥，结果彻底歇菜。女主的身体在走廊里打转，直接倒地，左脚绊住右脚，左手碰到右手，四肢拧得像麻花。班主任吓坏了，趴着干什么？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！没听到班主任的话吗？身为大厂的班长立即接口说，语气带着命令。无语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摆班长的架子？小常同学冷嘲热讽。大厂班长反驳，喂，我这么说是为了提醒大家。需要你提醒吗？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紧迫性，现在是逃命时刻，像你这样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只知道瞎逼逼的人最讨厌了。我没有贡献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贡献？小常同学被激怒，是我不想贡献吗？我身为一根小肠，现在能做什么？好，你想让我做事是吧？我做好了。小常同学一气之下，开始控制着小肠拼命蠕动。魏部同学没有说话，但苦班长久也默默地开始蠕动。我意识到不好，赶紧阻止，别。但我说晚了，魏部同学和小常同学已经将女主吃下去的所有东西全挤到大肠里，大肠里面本就聚集着几天的食物，如今再被一挤，大肠班长憋气道：“不要再把东西挤过来了，好臭的！”魏部同学和小常同学继续挤。班主任惊恐道：“你别把屎拉过来呀！班长，你听好了，我命令你憋住，太多了憋不住，又很臭。”班主任，对不起了。班长蠕动大肠。No！ 班主任撕心裂肺地喊叫。片刻后，不要！呜呜！班主任哭着发出扑哧的声响。全班30人见证这场人类的消化道大战，集体保持沉默。好半晌，身为左胸的生物课代表弱弱地说：“班主任，往好处想，我们全班亲眼看到了人体消化道是如何消化食物的，上了一堂生物实践课，都是您的功劳呢。”班主任汪的一声哭成狗。当侯府里的男主赶过来时，看到的是虐文女主倒在走廊里，四肢拧成麻花，身上散发着可疑的臭味。整个王府的人惊呆。男主脸色铁青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谁干的？追着女主出来的嬷嬷听到男主发火，吓得赶紧跪倒在地，表示自己只是抽了女主几鞭子，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男主勃然大怒，他虽然虐女主，可内心深处又有点喜欢她。见她如此凄惨，立即拿过嬷嬷手里的鞭子，朝着嬷嬷的背疯狂抽打，随后将人迈出侯府。侯夫人赶过来为嬷嬷求情，男主指着躺在床上的女主道：“我虽然讨厌婉儿，可再如何？婉儿是主，张嬷嬷是奴，奴把主子欺负成这样，发办已经很仁慈。”侯夫人娇娇弱弱、泪盈盈地说：“都是张嬷嬷的错，姐姐太可怜了，得赶紧请大夫给姨娘瞧瞧。”她身边的婢女咬牙道：“侯爷，萧姨娘一定是装的，她一直嫉恨夫人，知道张嬷嬷是夫人的人，故意自残陷害张嬷嬷。”男主明显不信，装的。一个姨娘为了陷害奴才，竟然要靠在地上乱爬失禁来陷害吗？侯夫人美丽的脸布满惊愕。失禁。男主冷哼一声，大步离开。侯夫人连忙跟着离去，不敢再提挽留张嬷嬷的话。为了表示自己大度，她派人请了最好的大夫，用最好的药治疗女主。小说里，张嬷嬷是侯夫人的左膀右臂，要到剧情很后面才下线。如今我们胡搞一通，竟然提前下线了。女主本该在小黑屋里遭受几天折磨，留下病根，从此身体虚弱。如今躺在床上，请了大夫，也用上了最好的药，及时治好伤。害，我们也不清楚是害了她，还是帮了她。女主沉睡，我们30人不敢再乱动，决定开个班会总结经验。校草发话，现在确认，我们应该能控制各自所属的身体部位，具体控制到什么程度，有待研究。校霸也说，心肝脾肺肾的几位同学，你们千万不要乱动，万一嘎了，大家一起玩玩。明白。几位同学说。一直没做声的头发同学开口，我好像也可以动哎。啊，头发也可以动吗？其他同学惊讶道。我试试。头发同学说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女主原本披散的秀发忽然倒立而起，一会儿做成心形，一会儿变成 B 字形，后面又变成问号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做了，笑死我了。宋小小差点笑喷。大家闹成一团，或许因为人多势众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穿越的害怕。同学们听我说，现在可以确认，我们穿越到了古代，具体哪个朝代不清楚。班主任含泪道：“大家要一起努力，尽快找到回家的办法。”呜呜呜！大家安静下来。以前他说话，我们都当耳边风，今天大家意外的沉默，并且认真倾听他的话语。毕竟没有人比当一个屁股更凄惨。我艰难开口道：“我知道我们穿到了哪里。”哪儿？所有人异口同声。我说：“一本虐文小说里，这本虐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。男主叫宋恒，是侯府世子；女主叫萧婉儿，是萧家嫡女。恶毒女配叫萧秋水，是萧婉儿的庶妹。几年前，男主曾经被人追杀，重伤昏迷，被无意间路过的萧婉儿救下，藏在一处草屋里。又过2年，萧家和侯府联姻，定下男女主的婚约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女主说她曾经救过男主，男主便彻底爱上她。
侯府很快牵扯进谋逆大案，萧家为撇清关系，逼着女主退婚。女主被迫退婚，暗地里不停为男主奔波，费尽心思讨好长公主，男主才得以放出天牢。不知情的男主出狱后怨恨女主无情无义。女配萧秋水暗示当初救他的人是自己，还让人做假证，男主以为女主冒领救人功劳，彻底恨上女主。侯府度过危机后，男主立即八抬大轿迎娶女配，还想方设法伤害女主的名声，让女主被迫嫁给他做妾。最后经过一系列虐身虐心，女主受尽折磨死了。女主死后，男主终于发现真相，悔恨终生。呜呜呜，好感动！几个女生哭得稀里哗啦，其他人一脸地铁老人看手机，什么鬼剧情啊？合着女主虐身虐心，含冤而死，男主的惩罚就是失去爱情，悔恨终生。我心虚的解释，阅文都这样，现在的读者就喜欢这种类型，短篇平台上面最受欢迎的文都是这一类。作者要吃饭，一窝蜂的跟风写这类型，反正核心就是女主癌症死了，男主家人忽然开始后悔。班主任问，这篇文是短篇小说？对，如今确认已经穿进小说里，剩下的问题是该如何回到现实世界？我们穿越到小说里，是不是只要走完剧情就可以回家？可能是。班上同学都纷纷表示赞同，而且乐观地表示，如果是短篇小说，应该很快走完剧情回家。我小声说道，可这篇文的时间跨度挺长，大概有3年。3年，众人惊呆，我们要留3年吗？班主任要当一个屁股3年吗？班主任又嗷的一声哭成狗。那加快剧情，但怎么加快成了问题。我们集思广益，没有商量出任何结果。忽然，我无法控制眼珠子了。我问闺蜜宋小小，宋小小说，我也是，舌头伸不出去，嘴巴也张不开。糟糕，我没法控制左手。我也是，胸也抖不起来，之前好歹还能抖一抖的。班长说，啊，我怎么感觉大肠在蠕动？班主任惨叫，别呀，不是刚拉过吗？大肠里应该没多少存货，憋得住的。班长，憋不住。惊慌失措时，膀胱同学淡定道，是我。哦不，膀胱满了，女主被憋醒了。他之前不是一直在喝中药吗？众所周知，中药里全是水，膀胱很容易充满。难道女主醒了，我们就没法控制身体吗？目前看来是这样。班长道，啊，要拉出来了。班主任挣扎，憋住，憋住。我们30个人惊慌成一团时，床上的女主缓缓睁开双眼。这是哪儿？女主的声音很温柔。她缓缓坐起身，四下打量。婢女们围过来，叭叭叭地讲出所有经过，高兴地表示男主很重视她，将她放在心上。女主苦笑摇头，如果他真重视我，就不会任由萧秋水做那么多事。他治好我是为了方便后面的折磨吧。他起身下床，小声说，我要更衣。婢女扶着他去宫房，片刻后出来。我们问班主任，你还好吧？班主任生无可恋地说，还好。婢女向女主讲述经过，女主一点也不记得，叹气道，恐怕真得了癔症吧。我们30人莫名心虚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女主安心在院子里养病。我们除了女主睡着时能活动，其他时间只能看不能动。剧情到哪儿了？过了半个月，众人问我后面还有几个剧情。我说后面剧情是这样的：女配会陷害女主，女主被赶去寺庙，被女配安排的尼姑折磨，养只小猫也被女配掐死。男主将她接回侯府，要她的心头血救女配。放了心头血后，女主身体虚耗到极点，死了。整个过程大致3年时间。听完剧情，女生们大骂渣男贱女，哀叹女主可怜。把剧情提早吧，班主任说，我不想待3年，大家也纷纷表示不想留这么久。为了让女配提早陷害女主，我们一堆大聪明想出个办法，半夜趁女主睡着，控制身体出来装神弄鬼，让人以为女主被鬼怪附体，女配肯定会趁机让女主去寺庙。夜深人静，一道扭曲的身影披头散发，四脚着地从走廊爬过。过了片刻，他爬到一间房前，抬手扒拉门。原本只想敲敲门就跑，谁知校霸校草吵架，没控制好双手的力道，门被推开了。女主身体摔进屋内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努力瞪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一双脚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小婉，你在做什么？男人冰冷的声音在头上响起，黑暗里亮起一点火光。男主穿着单衣站在屋中央，手上举着火折子，面色冷酷无比。糟糕，竟然摸到男主的房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装疯吧。1、2、3，抽搐吧诸位！女主四肢着地，白眼乱翻，身体抽搐。宋小小控制着不熟练的嗓子说，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！男主冷笑，被鬼附身了吗？那就拉出去用火烧了。我们集体卡壳。这男主不好糊弄，古代封建迷信很严重，万一女主真被拉去烧死，我们会不会也跟着凉掉？大家停止抽搐，男主发现端倪，冷笑一声，挺会装。我们面面相觑。宋小小，快说话呀！众人催促，搪塞过去。我说什么呀？
随便说点。宋小小试探着控制嘴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好。”怪礼貌的嘞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服了。大半夜跑去屋里说你好，宋小小，你自己觉得正常吗？吵什么？这种突发情况，紧张很正常吧？我为小小出头，小小不要怕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宋小小吸了口气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对男主说：“你好，可以把我送进寺庙吗？我们集体瞳孔地震。”虽然想走剧情，可这也太直球了吧？寺庙，男主点燃蜡烛，弯腰捏住女主的下巴：“你想离开我？小娃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我身边。”下巴同学嗷嗷叫：“我脏了，我脏了！”宋小小焦急问我们：“现在该说什么呀？”一群大聪明被问住，绞尽脑汁想后面的话。班主任道：“你告诉他，囚禁是违法的。”我们纷纷让他闭嘴。最后我们害怕越做越错，干脆控制女主往门外爬，打算跑路。刚爬到门边，男主道：“站住！”我们停下。男主走过来，揪住女主的头发，命令：“站起来！”只是我，头发同学，疼疼疼！现在该怎么办？要站起来吗？左腿同学紧急发问。站吧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爬。左手校巴说，他早就不想在地上爬了，毕竟爬的时候身体重量都压在手脚上。行，来，1、2、3，起！1、2、3，起！下肢4位同学发力，我们另外的人帮忙喊号子。终于，在大家共同努力下，女主颤巍巍地站起身。下肢4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！自我们穿越来，女主第一次竖着站在男主面前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男主眯起眼睛。宋小小紧张地问：“该说什么呀？班上谁谈过恋爱？快点出主意！”大 B 同学说：“我谈过。”这时候该怎么说？大 B 同学什么都别说，上去吻他。滚！班主任的声音幽灵般冒出来。大 B， 你居然早恋？对象是谁？是我。小常同学骄傲道。班主任，都什么情况了？你还要抓早恋吗？班主任气道。小常，你学习这么好，怎么可以和大 B 谈恋爱？小常怒道。敢看不起我家大 B， 吃屎吧你！说着，他开始蠕动。大常班长和班主任紧急求饶。我和宋小小打圆场，恩怨先放一边，我们正在危急关头呢。小常作罢。大家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下肢4同学没控制好身体，女主整个人扑进男主怀里。男主抱住女主，嘲讽嗤笑，原来是来投怀送抱的。尊贵的萧大小姐懂得爬床了，她嘴上嫌弃，却弯腰来了个公主抱，抱起女主往床上走去。行，我今天就宠幸你。他边走边说。我们30个人惊呆了，好一会儿，班主任道：“这是要做什么？还用问吗？”班主任大怒：“你们都还是学生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有我在一天，你们就别想客观评价。”班主任非常认真，课也上得好。一开始我们都很喜欢他，然而没不久，他开始抓早恋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发雷霆，还安排班长等人到处监视同学，弄得同学们怨声载道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怨气越积越深，直到高2上学期，我们班一个女生因为早恋被班主任逼着转学了，此事犯了众怒，大家集体抵制班主任和他的走狗，闹得水火不容。校霸第一个唱反调：“女主是男主的女人，你不同意能咋的？”伤风败俗，班主任说：“这会影响你们学习。”他吼道：“快动起来！”本来大家想动的，被他一吼，竟然集体沉默。男主已经将女主放到床上，俯下身，做事亲女主的嘴。救命！宋小小尖叫，他要亲我了！我的初吻！我大声道：“保护小小！”大家动起来，为了拯救宋小小，大家开始剧烈挣扎。女主的五官乱飞，嘴巴张开吐出舌头，四肢拼命挥舞。真麻烦！男主竟然不觉得恶心，起身拿起2根腰带，将女主的双手双脚绑起来。女主体弱，根本不是男主对手，被绑了个结结实实。我们无法动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宋小小急得想哭。我们完全没辙。这时，班主任大声道：“班长，蠕动大肠，拉屎吧！”我们完全没想到，最厌恶做屁股的班主任，为了保护宋小小的初吻，竟然主动选择拉屎。我们都很感动。不行啊，女主吃得太少，拉不出来。卫部同学说，大肠班长表示赞同。眼看男主的嘴越靠越近，大家急得团团转。看我的！头发同学叫道。只见男主快亲上女主时，女主散落的头发忽然裹成2根棒槌，倏然垂向男主脸颊。刚才是什么？男主惊讶地捂住脸。灯光昏暗，男主没有看清楚。头发同学躺在枕头上装死。宋小小，没什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亲我？男主被转移注意力，冷笑，我偏要亲你。他再度俯身。啊呀，我的初吻！宋小小惨叫。我急中生智，提醒道：“小小，快吐口水。”哦，对，宋小小受到启发，立即张嘴朝男主喷口水。黑兔昏暗的房间陷入安静，最怕空气陷入安静。男主停下动作，伸手慢慢抹脸。然后我们如愿以偿地被赶出房间，并且被震怒的男主下令送到寺庙。等女主清醒过来，是已成定局。
他愕然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婢女们都用悲伤的目光望着他。听完所有经过，女主眼眶微红，低头啜泣道：“看来我得了疯病，遭到他的彻底厌弃，我们30个人大气都不敢出，屁也不敢放一个。”女主抹掉眼泪，笑着说：“如此绝情倒是好事，他明明厌恶我，我却总被他偶尔的温柔困于此处。如今知道他的态度，心里反而能放下那份情谊。说起来，也不过短短1载的情分而已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”他面露释然之色，站起身，和婢女一起收拾好衣服，准备去寺庙。房门忽然被人用力推开，恶毒女配侯夫人穿着华丽衣袍，面带笑容地走进屋道：“侯爷吩咐了，让妹妹送姐姐一程。”在他的示意下，2个婢女上前压住女主。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女主问出我们30人的心声。女配得意地道：“姐姐昨夜大胆勾引侯爷，却惹了侯爷厌恶，侯爷送你去寺庙，我今日来是替姐姐剪发的。”“剪发？”女主愕然。“姐姐要去做尼姑，自然要剃头。”女配微笑着拿起剪刀，抓起女主的头发，咔嚓剪下。啊！头发同学惨叫：“好痛啊！我裂开了！”我们30个人急得团团转，拼命喊叫。可女主醒着，所有人都无法控制身体，只能干看着。很快，女主的头发被剪完了，头发同学躺在地上痛哭：“我掉下来了！你们待会儿要走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”“别怕，班主任说我们会带上你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头发同学啜泣。“会的。”班主任坚定地说。“放心吧。”全班同学向他保证。贱人，太恶毒了！全班同仇敌忾。女主被剪成光头，当她哭着去捡地上的头发时，被女配推了一下，头撞到桌角，晕了过去。我们30个人立即控制身体。夏之4同学化仇恨为力量，站起身，支撑着整个身躯。校霸和校草2只手揪住洋洋得意的女配，用力扇她耳光。女配的婢女冲上来帮忙。我们30个人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完全能躲开他们的攻击。拳打脚踢，吐口水，摇手腕，无所不用其极。1个人不，30个人终于把女配和她的婢女们干翻了。他喵的，一个臭不要脸的绿茶婊，竟敢欺负女主，还剪断头发同学。宋小小一口咬住女配的耳朵，用力撕扯。啊啊啊！女配惨叫，她的耳朵居然被咬了下来。我们吓了一跳。宋小小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同学们说，万一女配疯狂报复怎么办？宋小小无措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吵闹无用，先跑吧。”班主任说。我们赶紧控制身体，捡起地上的头发同学，将他塞进包袱跑路。站着跑实在不熟悉，我们干脆将包袱背在背上，恢复4脚着地的模式，朝外面狂奔。婢女们回过神后，尖叫道：“萧姨娘发疯咬掉夫人耳朵了！”如果说我们刚出来那天当众在走廊狂奔拉屎，震撼整个侯府，这次我们发疯咬掉萧秋水的耳朵，则震撼整个京城。众所周知，一个正常人伤害他人，肯定要被关大牢，但若是个精神病伤害他人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我们30人极力逃跑，依旧被抓去衙门。为了保护女主，我们决定装疯到底，继续在衙门里翻眼睛、吐舌头，四肢抽搐乱爬。我们逃跑的时候，大街上好多人看到女主4脚着地狂奔的英姿，衙门确定女主得了疯病。人们关心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女主伤人的问题，而是她这个疯病到底是从家里带来的，还是在侯府得的。此事闹得极大，萧家派人询问萧婉娘亲过世，爹爹虽然不喜欢她，却不能让她抹黑家族名声。到了衙门，萧家人坚称女主身体完好，侯府虐待女主，才让她得了疯病。宋小小张开嘴巴，流着口水说：“妹妹害我，妹妹害我。”为了加强效果，我开始用力翻眼珠子，左边往上翻，右边往下翻，当场让衙门里的人都吓得后退。他们确信女主已经疯了，女主口里的话自然让围观的群众深信不疑。最终，女配被咬掉耳朵，不但没讨到公道，还传出逼疯姐姐的名声，被整个京城贵妇厌弃。她庶出嫁入侯府，已遭很多人不喜，如今传出恶毒名声，以后再也无缘融入上层。男主也因为家风不严，在贵族中评价不佳。在小说里，所有的苦都是女主在受着，如今我们30人瞎搞一通，男主女配陪着女主一起受苦，也算好事。三女闻女主受很多苦，原因一半在别人，一半在她自己。她不张嘴解释，任由男主误会，最终年纪轻轻惨死。在衙门死皮赖脸的查完药出来，坐在侯府接女主的马车里，我们面临一个问题，该不该向男主说出真相？正方当然不能，我们要走剧情，万一剧情改变了，我们怎么回去？反方应该告诉男主真相，女主太可怜了，而且走完剧情就能回家，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，没有人保证只要走完剧情就能回家，万一回家的条件是改变女主命运呢？我们30个人分成2派，吵得热火朝天。马车忽然停下，车夫不耐烦地让女主下车。我们下马车才发现，车夫根本没带我们回府，而是直接送到寺庙里。
原来女主被抓去衙门时，女配找男主哭诉，男主望着缺了耳朵的女配，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一气之下让人直接拉女主去寺庙，不许回府。既见不到男主，我们没法说明真相，那就继续走剧情吧。我们下车后，车夫阴阳怪气对出来迎接的尼姑道：“萧姨娘既然疯了，以后不许踏出寺庙一步，姑姑可得好好治治她的病。”我刚想冲人翻白眼，忽然翻不动眼珠。女主醒了，她茫然地站在马车旁，望着尼姑和寺庙，发出千古名问：“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”我们30人窝在她身体里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女主入住寺庙，被发配去洗全寺庙的衣服，每天要挑水填满所有水缸，但吃的饭只有半碗。她又累又饿，晚上她累得睡着时，我们全班同学为了弥补她，起身帮她挑水、洗衣服。洗衣服洗到半夜，校霸和校草不干了，凭什么都是我们在干活呀？我们能劳动的只有双手，我们想帮忙也帮不上呢。两人不服气，坐在石头上的班主任开口：“看看我，天天被揍也没说啥，能不能赶紧干活？”两人不说话了，继续干苦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头发同学被剪断后，居然能自由活动，但不能离女主太远。他每天弯曲着头发丝，沿着窗户乱钻，每一根头发都像我的肢体，他能感受到的，我都能感受到，太神奇了。头发同学说。我们纷纷表示羡慕嫉妒，苦逼兮兮地继续干活。既然头发同学被剪下来能自由活动，那我们被砍下来是不是也能自由活动？校霸忽然发问，全班人面面相觑。喂，头发同学是头发，可以保存很久，手被砍下来，很快就会腐烂吧？我赶紧阻止。其他人也说，是啊，你要自由活动就想砍手，那我们要自由活动，女主得五马分尸吧？那她不得死定了？校霸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第二天，女主醒来，看到洗完的衣服和挑好的水缸，十分惊愕，问是谁做的。寺庙里的尼姑都说是她做的。她很聪明，似乎渐渐发现身体的异常。一开始我们做的不多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30人配合得越来越好，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，把女主剩下的事情全做了。渐渐的，女主白天不怎么做事了，会去山头看看风景，赏赏花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多起来，变得十分平静。她留下来的事，我们都会好好干完。那天临睡前，女主铺开一层泛黄的宣纸，在上面用炭笔写道：“谢谢另一个我。”她居然谢谢我们爱，她以为只有一个人格，没想到我们是30个。女主太善良了，我们给她闹了这么多麻烦，她居然感谢我们。同学们很激动，我自豪地说：“那当然了，我女儿就是世上最温柔善良的人。”女儿，宋小小抓住重点，我赶紧闭嘴。宋小小，说清楚，别装死。其他女生也虎视眈眈，快说实话。我被逼无奈，小声说：“这篇虐文其实是我写的。”什么？这么个破文，居然是你写的？宋小小暴怒，难怪全班就只有你知道所有剧情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张嘴伸出舌头，用力往眼睛方向扫。我赶紧闭住眼皮。鼻子同学回复：“哎呦，宋小小，你打到我了！”我又睁开眼睛，看到那根舌头始终够不到眼睛，乐了：“来啊，你打我啊！”哈哈哈，刷。舌头居然直接窜到眼皮，啪的舔了我一下。我震惊，舌头可以伸这么长吗？宋小小也惊呆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你们别闹了，校霸说。宋小小喷他，好意思说我？你们2只手不是经常打架吗？刚穿越的时候，校草校霸俩死对头，经常趁着女主睡觉打架，2只手你来我往，舞得虎虎生风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，我们给女主回复吧。大家纷纷说好。右手校草拿起炭笔，在纸上写道：“不用谢。”翌日，女主醒来，看到宣纸上的字，满脸惊愕。她一个人在寺庙里很无聊，尼姑们受了命令不搭理她。她开始每天给我们写信，我们也喜欢陪她聊天玩。渣男不值得呀，自己最重要。语言是用来沟通的，如果不说话，语言就失去了意义。该说的一定要说，不合理的要求一定要拒绝。我们教她独立自强，不要为渣男黯然神伤。重点是要学会拒绝别人，不拒绝别人，我们干活也很累啊。2日后，尼姑再叫女主挑水，女主拒绝了她。尼姑变脸：“你不做事，那就别吃饭。”我们在女主身体里紧张注视着她。女主犹豫片刻，坚定道：“不该我做的，坚决不做。”尼姑气冲冲走了，果然不给女主饭吃。女主饿得半死，却没有屈服。她去后山找了几片野菜塞进肚子，爬上床睡觉，只要睡着就不饿了。我很心疼她。等她睡着，我对消化道的同学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全部消化，让女主稍微有点饱腹感。”收到，消化道的同学们说。晚上，我们30人在走廊里阴暗扭曲的爬行，闯进厨房里偷吃东西，填饱肚子，然后爬进老尼姑的房间里，发疯般乱踢乱打。你干什么？老尼姑惊恐大叫。我们全班同学继续装疯卖傻，把她屋子砸得乱七八糟。寺庙里的人被惊动，我们冲出去，当着他们的面四脚着地，眼珠乱翻，吐着舌头跑来跑去。如果有人训斥，我们冲上去让宋小小咬他。尼姑们被吓坏了。
等他们抓住女主关起来，宋小小开始诅咒：如果不放了我，你们将被厉鬼缠上。哈，这里是寺庙，哪来的厉鬼？老尼姑不信邪。等他睡下，头发同学偷偷溜进他的屋子，卷成一团钻进他的鼻孔，阻止他呼吸，把他弄得苦不堪言。头发同学把头发全集中起来，仿佛一颗长发脑袋在尼姑们的窗前飘来飘去，把尼姑们吓得够呛。如此2次，尼姑们不敢再惹女主。女主醒过来，走到老尼姑跟前，鼓起勇气说：姑姑，我有疯病，你最好别惹我。老尼姑用恐惧的眼神盯着她，赶紧让人将饭端给她吃。女主说完后，紧张地跑到后山，冲着山涧道：我反抗成功了。她笑得特别高兴，我们也替她能为自己争取权益开心。女主在后山乱逛，忽然听到一阵喵喵的声音，扒开草丛，里面躺着一只瘦弱的小橘猫。来了，倒数第2个剧情，橘猫之死。我提醒大家。班主任特别激动，太好了，女主在寺庙里的生活好起来，我们30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，就连老班也不在意拉屎就呜呜地哭，他已经渐渐习惯当一个屁股。女主仔细养护小橘猫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那日，女配到寺庙里上香，她本打算看女主的凄苦日子，结果见到女主抱着猫，面色红润，神态悠然，她气坏了。趁女主不注意，女配派人捉住女主的橘猫，带到她面前。姐姐，你咬下我耳朵，是不是该付出点代价？她当着女主的面让人拧断小猫的脖子。不要！女主伤心欲绝。我们又高兴又生气，高兴是在走剧情，生气是小猫被活活掐死。女配看到女主痛苦不堪，微笑着摸摸残缺的耳朵，面容扭曲道：姐姐在寺庙里日子过得这般好，妹妹很难受呢，不如回侯府吧。第2天，一辆马车来到寺庙，将女主强行送回侯府。最后一个剧情马上要开始了，我说原本该半年后才回侯府，居然提前了。走完剧情，众人欢呼，回家喽。果然，回到侯府没几天，女配忽然中毒，所有人指责女主下毒，无论女主如何辩解，没有一个人信她。女配安排的大夫对男主说：夫人的毒只能取亲缘关系女子的心头血才能治好。亲缘关系，男主走到跪地的女主面前，面色冰冷。你听到了？女主抬头，宋恒，取心头血意味着我会死。男主冷笑，你下毒害了秋水，一命换一命，有何不可？女主沉默片刻，站起身，挺起胸膛，我没有下毒，不会如你们的意。男主没说话，其他人也默默看着，他们并不意外女主会拒绝。然而，我们30人很震惊。因为小说剧情里，女主很顺利地接受男主提议，心如死灰，含泪剖开胸膛取心头血，在痛苦中慢慢死去。女主死后，男主态度忽然180度大转弯，开始怀念女主。等他查清真相，知道冤枉了女主，一夜白头，从此悔恨终生，剧情就此完结。我们30人都在等这个结局，现在虐文女主却忽然拒绝去死，玩大发了。都到这一步，女主必须死。不行，她不愿意取心头血，她想活，有什么错？那等她睡着，我们再让人取心头血好了。要不要这么冷血呀？什么叫冷血？她不死，我们怎么走完剧情？怎么回到现实世界？你怎么知道她死了，我们就一定能回到现实世界呢？穿越来第一次，我们30个人产生巨大分歧，而且是关乎生命的巨大分歧。同学们，安静！老班忽然开口，听我说2句。同学们停下辩论，静静听他说。杀人是不对的，老班说，不能因为人多势众，杀一个人就没有心理负担。而且我们不能保证杀了女主就能回到现实世界，所以我不同意杀人。同学们，你们到了社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只要跨越道德底线就可以获得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践踏法律，不用受制裁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。说的那么好听，你不一样在做不好的事吗？校霸当下对他，你鼓励人们打小报告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叫家长，想过我们的心情没有？你们高3了，最重要的是学习。班主任说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管你们，可我管你们也只有这3年。你知道这3年多重要吗？我知道在座有些人憎恨我没收手机、漫画书、抓早恋，可我这么做都是为你们好。少来，当初你冤枉周娜娜，让她转学，做的也太过分了。同学们谴责。大长班长忽然出声，你们是因为周娜娜的事讨厌班主任吗？周娜娜是班主任的女儿啊！啊，我们震惊。而且当初周娜娜的确恋爱了，她的对象是我。大长班长说。啊！众人再度震惊。可是周娜娜姓周啊！班主任咳嗽一声，我和她妈早就离婚了，她跟妈妈姓，而且她现在有爸爸，我不能宣扬我们的关系给娜娜增添烦恼。周娜娜转学也不全是早恋的原因，她去了更好的学校。班长希望能和娜娜谈恋爱，才会一直做我的左右手。众人完全无法言语。原来周娜娜不是被迫转学，原来班长为了讨好未来岳父才这么卖命。
我之所以反对你们早恋，就因为我曾经恋爱导致高考失败，去了普通学校，而且高中时期的恋爱大多都无疾而终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就特别后悔。没钱没地位的恋爱到最后都会死掉。同学们，你们要好好考大学，先挣前程啊！一番话说大家都很触动。宋小小道：原来老班如此良苦用心，不过老班你也太老古董了，你们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，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恋爱不恋爱都不影响学习。你们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老班说：你们刚才为了回去打算去杀人呢？我可没有。许多人立即出声，其他人沉默。班会无疾而终。女主这边坚决不同意取心头血，直接离开侯府。男主知道取心头血女主会死，也很犹豫，故而没有强行抓她。女主走出院子，扶着树干喘气。另一个我做得如何？我听你的，选择自强自立，选择有话直说，选择和命运对抗。你觉得我做得好吗？我们集体沉默。原来女主真有用心听我们的话，原来她把话都记在心里，认真去做。原来她在顽强对抗命运。半晌，我第一个道：做得好，做得好。班主任也说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其余29个人也纷纷称赞。如果可以，大家会给他鼓掌。没有人在抱怨女主不去死的事。女主永远不知道，那天她做出选择，有30个人在为她欢呼。在她的世界里，她是孤独的，可她依旧坚持下去了。女主出了侯府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哪个官最厉害，然后报官说侯夫人被人下毒，性命垂危。接着，她以侯府名义请京城最有名的大夫赶回侯府，重新诊断女配病情。她真的很聪明。官府的人浩浩荡荡冲进侯府，大夫强行为女配看病，双管齐下，女配装病陷害女主的诡计被识破。男主不可思议地盯着女配，女配哭着求饶，他一脚踢开她。女主对男主道：5年前我在城外救你一命，照顾你3天，与你有救命之恩。后来我们定情，家里逼我退婚，以求割席自保，但我暗地里花重金帮你上下打点，还去求长公主救你性命，又救你一回。你却使用手段败坏我的名声，让我不得不嫁与你做妾，如今却任由萧秋水取我性命。宋恒，此生我不曾负你，你却处处负我，当着大人的面，我要与你割袍断义，恩断义绝。男主惊疑不定，当初真是你救我，是你求长公主放我出天牢。女主笑了笑，宋侯爷，你神通广大，萧秋水那般拙劣的手段，你只要查查就能知道，需要一次次问我吗？你不过不想查罢了。说完，女主收拾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侯府，回了寺庙。走进寺庙大门，女主说：此生我将在此青灯古佛，常伴香火，超度你们的亡魂了。什么意思？女主对着空气道：这些日子我已经知晓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应该是无家可归的亡魂，机缘巧合下寄宿于我体内吧。我们这才意识到女主是在对我们说话，而且她居然知道我们不止一个人。女主笑道：每天你们给我的留言口气都不一样呢，我的笔记也不是那样，除了亡魂，我想不出其他的。她回到屋子，放下包袱，将桌子擦干净后，去了大佛堂。你们帮了我不少忙，我也希望能帮到你们。你们可以告诉我名字，我为你们点往生灯，诵经念佛，超度灵魂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你们看看，我女儿真人美心善，宋小小和几个女生也感动得稀里哗啦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家，如今剧情已然崩塌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晚上女主睡着后，校草在宣纸上写下我们的名字，满满当当30个人。第二天醒来，女主果真挨着辨认我们的名字，为我们点往生灯。第一盏，班主任的灯。当烛火亮起时，班主任的声音消失了。第二盏，宋小小的。第三盏，我的。当女主念出我的名字，我的灵魂忽然从她身上飘出来，一路飞上天空。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回家的条件是拯救女主，让女主超度我们啊。再度醒来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不止我，还有班上的所有同学，他们陆陆续续醒来了。这时，我们才回忆起穿越前的一切。在打雷前，学校忽然地震，班主任最先发觉不对劲，让同学们赶紧逃跑。他压后，但时间太紧了，完全赶不及。我们慌成一团，他让我们剩下的人全躲到桌子底下。最后的印象是他抱住一个同学的身体，用被挡住掉下的天花板，我们班奇迹班全活了下来。绝大多数人醒来后都不记得穿越的事。我问宋小小，她迷迷糊糊有点印象，后来也完全忘记了。只过了1天，我的记忆也渐渐消失。等我们病好后回去上课，大家似乎不再讨厌班主任和班长。神奇的是，校草和校霸居然不再针锋相对，一些关系不好的同学也莫名其妙成为朋友。4个成绩倒数的废物忽然开始努力学习，口中经常叨叨：我能行，我能站起来，我肯定也能取得好成绩。叨叨完，他们又会迷惑地看向彼此，不懂站起来是什么梗。
有2个品性不太好的同学忽然变得真善美起来，究其原因也不知受何触动。班上体育生同学和性格最泼辣的小个子女同学主动向老班报告恋情，老班这次没有请家长。全班忽然对生物课很感兴趣，成绩提高不少，班级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和谐，好像一切不愉快在无形中被什么东西融化，消失无踪。晚自习，宋小小凑到我面前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个惊天大秘闻。”什么秘闻？周娜娜居然是老班的女儿，我震惊。真的吗？宋小小拼命点头。还有，周娜娜以前真在谈恋爱，你猜她的恋爱对象是谁？谁？班长，我捂嘴惊呼，原来班长这么狗腿，是在讨好未来岳父啊！聊完天，我低头在桌肚里玩手机，打开短片平台，看到自己完结的免费虐文，左下角寥寥几个赞，气呼呼道：现在的读者咋都不爱点赞？别逼我跪下来求你们啊！既然跟风没赞，我也不跟风了，写我自己想写的故事吧。我打开编辑框，删除后面的结尾，从女主取心头血开始，忽然剧情来了一个10度大转弯，女主终于觉醒，拒绝取心头血的建议，跑出侯府报官，还带回一个厉害大夫，当场拆穿女配的诡计。在众人面前，女主说出所有真相，与男主割袍断义，回到寺庙里为死去的娘亲祈福。男主悔恨万千，派人调查当年的事情，发现女主没有说谎，伤心欲绝。他非常悔恨，休了女配，跪在寺庙里祈求女主原谅。女主心灰意冷，没理他，坚持要留在寺庙里孤独终老。男主不停讨好，却不得要领。后来长公主听说女主的事，很心疼女主，将她带到自己身边。女主得到长公主的赏识，又遇到当初在长公主府上见到的王爷。王爷死缠烂打，拼命追求她。女主在长公主的撮合下，嫁给王爷做了王妃。男主知道后一夜白头，远赴边疆打仗，后来战死沙场。女配被男主派人疯狂报复，最后死在大雪里。写到最后，我加上一句：女主幸福的过完一生，真善美的女孩应该拥有美好的结局，不应该用她的死获得男主的悔恨。渣男的悔恨没有价值，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个美好的结局。最后，我慎重地打上2个字：完结。